低液压系统全面失效，警告！警告！末日游戏降临现实，100天后，全球毁灭。恭喜你被选为领主，获得进入新世界资格。以一人成为领主，可以抽取庇护所，而庇护所的类型决定了愿意跟随的人数。末日将至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庇护所？今天，官方组织领主们公开抽取庇护所，招募领民，双向选择。下面请被选为领主身份的人依次上台，公开抽取你们的庇护所类型。8972号领主抽取到庇护所：砖瓦房、青铜，容量5人。我的庇护城能再住4人，我没有什么硬性标准，但必须通过面试。可我也被拿出来现眼。恭喜777号领主高进，成功抽取庇护所类型：中世纪石堡、黄金，容量100人将，自带基础城墙。老子的城堡能庇护100人以上，注定是新世界的王宫。我这不养废物，男的必须是武者或士兵，至于女人，只收漂亮的。今晚来我家别墅接受面试体检，要脱衣服，这不公平！亲爱的，无论你的庇护所是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。91号领主抽取成功，庇护所类型：山区瞭望塔、黑铁，容量限制最多3人。瞭望塔，容量3个人，这谁愿意去？连个像样的墙壁都没有，以为鬼物不会爬楼梯？心远，瞭望塔虽然小，但是地势居高临下，应该足够。对不起，沈竹，我不想死在末日，就算要死，生前也想活得体面舒服一点。进入我的庇护所是对的，比那破烂瞭望塔好1000万倍。对了，你的女朋友很不错，已经通过了我的体检、面试。看在心宇的面子上，只要献上领地，我可以允许你臣服，当个仆人，服侍我和心宇。林心宇，你以为你找到了城堡，却不知道你只是给自己选了一个奴隶营。就算没有末日，你迟早也会背叛。我该庆幸提前认清了你。检测到91号领主心境蜕变，觉醒唯一神话级领主天赋。金手指领地内可用，1天最多3次。点石成机，可点化目标产生神奇变化，变化程度随机，分为普通、高级和神秘变异。沈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个，我想跟你一起。什么？那么多黄金白银庇护所，你……我觉得他们不是好人，我相信你，而且跟着你我会有安全感。那好。事不宜迟，你马上回去收拾东西，今晚准备进入庇护所。哥们儿，对不起，家里3个娃饿了几天，给你留点，对不起。末日未到，只许先死。哼，继续留在这儿。没死在鬼物室里，怕是先死在暴徒的菜刀下。老子开门，乖乖把物资交出来，否则等破开门，有你好受的。领主请注意，一旦进入新世界，将被自动传送至领地，携带身外物品限重20千克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来晚了，赶紧送！必须每个人凑齐20公斤的物资，才有资格进入强哥的庇护所。
您有1名领民，根据实名时每人的游戏规则，系统发放20颗名石作为初始资源。等等，你什么物资也没带进来？对不起，我父母早就不在了，大伯和舅舅家抢走了官方发我的物资。合着你也被抢了？我好歹还剩点，物资太匮乏，这点东西2个人恐怕撑不过3天，就算种田，短时间也收获不了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拖累你了？因为你的加入，系统给我多发了10颗名石，这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们能否活过今晚。金手指是这么用的吧？唯一神话级领主天赋，金手指启动，点化目标为1级瞭望塔，黑铁品级，触发神秘变异，瞭望塔获得无限融合特性，可与领地内其他建筑融合，提升品质，继承并强化相应功能，共享等级。想等级，也就是只升级瞭望塔，等于把领地其他建筑也给升了。圣火虽然安全，却无法击杀鬼物，也就得不到名石。没有风险哪来收益？还是得优先建塔，把主动权掌握在手。天哪！5级圣火，方圆千米之内都没有鬼物踪影，还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庇护所吗？领主英明，在您的带领下，这里必然成为新世界的中心。这么多名石，大部分都用来升级圣火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以后出现了无视圣火的鬼物怎么办？闭嘴！你也配当众质疑本少决定？是领主还是我是领主？老子的圣火照亮全城，什么鬼物能冲进来？再敢胡乱议论，就把你剥光了扔出城堡，让你在外面自生自灭。你明明保证过让我当这里的女主人。哼，若非你也是领主，拥有黄金庇护所军械厂，以你的姿色，根本不配进入我的庇护所。木已成舟，多亏你臣服，让军械厂为我所有。你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好好当个下人服侍我，是你留在这里的唯一理由。庇护所品质提升为瞭望箭塔，青铜品质。当前属性：高空箭弩装载成功，有效物理阻击射程提升1/2，当前最大水平射程150米。好个无限融合！瞭望塔本身就占有制高点，现在配上重弩，高屋建瓴，防御杀敌效果应该不俗。今天还剩下了2次使用金手指的机会。既然你加入了我的领地，接下来我对你做任何事，可不能反抗。点化失败，目标生命磁场产生排斥。不要紧张，放开身心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我相信你。点化成功，目标领民触发高级变异，领民身体蜕变，并觉醒专属领民能力。异宝世界。我好像没了近视，身体也更好了，而且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个奇怪的画面。你刚刚做了什么？这是领主的能力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。那这算是属于我们之间的秘密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明白。现在我能看到哪里有宝物，距离我们东边大概200米，有个建筑蓝图，好像还是黄金品质的。你说什么？黄金？重弩的射击范围是水平150米范围，你不要离开太远，一旦发现异动，立刻回来。放心吧，领主大人。黄金品质的建筑蓝图，高进的城堡也是黄金品质，也许他是给我带来好运的天使。快跑！
要是你刚才没给我强化体质，我根本逃不掉。你又救了我。这次是你为了我们的庇护所而冒险，不一样。谢谢你，越狱。他刚刚说了我们。系统提示：非领主无法激活此宝物。建筑蓝图：祭坛、黄金。建筑介绍：可召唤仆从，听命于领主。太好了，如果召唤出的仆从会狩猎，食物和水源就有着落了。我记得游戏指南里说过，鬼物的尸体里可以挖到冥石，对不对？你先休息。不用。只有5颗，加上楚月鱼加入而带来的，一共才15颗。看来建造祭坛只能等明天。呵呵，心雨，你应该无比庆幸，沈竹那个没有领民加入的家伙，开局只能拿到可怜的10颗冥石，而本少直接就得到了1000多颗。靖哥提他干嘛？就那个铁架子，活不活得过今晚还是未知数呢。希望他死前多建点防御建筑吧。等我吞并周边领地，顺便把他的建筑都迁移过来，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价值了。还挺暖和，过冬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了。等你们很久了，我们一定会活下去。看来圣火不熄灭，我们就相对安全。这次袭击一共给我带来了30颗冥石，扣除掉重弩和圣火的昨晚消耗，一共手里有33颗冥石。除了冥石，还掉落一份种子。农田需安排上日程，但祭坛还是优先。要个外出狩猎的仆从，只能依靠祭坛了，不然不被鬼物杀死，倒先饿死。今日第一发，来吧！系统提示：点化失败。系统提示：点化失败。第3发。恭喜领主沈竹点化成功，触发神秘变异，祭坛黄金品质变更为深渊祭坛，超凡品质深渊祭坛，投入冥石或其他赠品，将从深渊召唤服从，听命于领主。不够。是什么仆从？这不是鬼物吗？别怕，他不会伤害我们。不死族，没有痛觉，不知贫倦，最重要的是不消耗珍贵的口粮，就叫你古鸡吧。什么？纵观周边区域，像我这样安全的庇护所屈指可数。不知沈竹那小子还活着没？竟然还活着！王叔，你离91号领地是不是挺近的？那边啥情况？我刚好派手下调查过附近领地，那个91号确实有些蹊跷，除了瞭望塔，没看到一座其他建筑，倒是塔顶组建了一座重弩，而且比一般的瞭望塔要大一些。哦，难道那塔已经升到2级才具备的建塔功能？若是如此，倒是有被我吞并的价值了。我的领地钢耗建塔不太够，高少想让他臣服，
把领地建筑迁移到您的领地。没错，不能再让它发育下去了，免得之后吞并花费更大力气。古迹不消耗口粮，白天还能狩猎，保护越狱寻宝。祭坛这条路走对了。请问是91号领主吗？我们是附近区域101号领主的使者，前来拜山，送上一些见面礼，在末日结个善缘。荷枪实弹的军人，这个101号领主，要么末日前是大人物，要么庇护所跟高进的城堡一样，甚至更好。心意收下了，见面就不必了。二位客人请回吧。我们领主是真心想跟领主结为朋友，日后有个照应。东西我们留下，就不打扰领主了。那个领主还真是个大好人。好人，我看未必。你们外出应该暴露了行迹，才引来那位邻居的注意。若不是忌惮古迹和众怒，可能已经发起袭击。他们此行应该在刺探我们的防御虚实。这批物资未必是善意，更像是麻痹，说不定暗处还有埋伏。那这些吃的……不动。这2天你们也取消外出，山猪够我们吃1周了，先准备度过今晚吧。第2晚就这么上强度？当前明时剩余72。青铜品质的士兵，祭坛是嫌弃尸体的明石都被挖走了。看来古迹那次是出金了，再想要个黄金品质战士没那么容易。是否消耗10颗明石建造1级农田？是，还是先建造升级其他建筑吧。由于融合多功能建筑，瞭望箭塔青铜品质提升为守望之塔白银。品质提升了。原本第1层的祭坛，现在被顶到了第2层，整个瞭望塔成了3层结构。这样看来，还能够不断加高，增加层数，将来变成天空之塔也说不定。是否消耗50明石升级守望之塔？必须的。1级守望之塔已提升至2级。可惜仆从不会随着祭坛等级提升而变化，目前手里只剩下12颗明石，先不急用来召唤仆从。落魄岭区域尚存庇护所领地数量5078。什么情况？昨晚一半的庇护所都遭到了毁灭，包括昨天来试探的人马。昨晚什么情况？我2级箭塔都被冲烂了，只剩1座1级的，还没有明石。今晚拿什么守？才第3天啊！领地其他人全死了，现在连圣火燃料都不够，天黑就是个死啊！附近有大佬吗？我愿意带上我的领地建筑合并投诚。接近一半的淘汰率，比想象中还要残酷。系统提示：点化失败。系统提示：点化失败。点了2次，总该成功了吧？之前我是领地唯一的女生，现在还算吗？系统提示：目标点化成功，触发高级变异，种族由不死族蜕变为古夫人，超凡品质等级跃升至2级，绝属技能白骨地狱，范围攻击升起大量白骨地刺。参见领主大人，感谢大人点化。很好，还会说话。
今晚就你了。你说的最好是对付鬼巢。尊敬的91号领主，我是101号领主，因领地失守，伤亡惨重，前来投奔。若领主能收留我们，我愿臣服献上所有名师，生存建筑也转移到您的领地。要不让他们进来吧？人越多，我们生存的希望也越大。能活到现在，确实有点狗屎运，靠的无非是情报里能产出不死族仆从的建筑。这样的宝物和美人，在你手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今天我就笑纳了，希望你这破塔能撑久一点，让我尽兴吧。沈领主，实不相瞒，昨晚我们损失惨重，防御建筑大半都被摧毁，唯有前来投靠，求您收留我们这些幸存者。你怎么知道我姓沈的？让你的人马立刻停下！混蛋，蠢货！所有人听令，给老子动手，把那破铁架子轰成碎渣！你以为只有你有机遇，跟本少比还差点。多亏了林心雨那个女人，送上黄金品质的军械厂，源源不断地产出钢铁巨兽。现代坦克，那领主有这东西，昨晚怎么可能失手？估计他能行吗？堡中那沈厨只有一个女领民和骷髅仆从，这个女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好美，她到底是谁？怎么从那么高跳下来一点事都没有？不好，再挨上几发，非他了不可！Terra est terram ibas。好厉害！不愧是超凡未解的仆从，幸好有古迹在。不可能，那是什么怪物？我的坦克每一辆都花了100多颗冥石啊！走，马上开车，快！那怪女人要过来了！好险！要不是点化古迹成功，今天这铁架子非得被坦克拆了不可。大人，这是他的全部冥石。只有8颗。果然，为了活过昨晚，这老小子昨晚能用的冥石都用了，自然不会剩多少。沈领主，饶命啊！我都是被逼的，只要你留我一命，我愿意现在就向你臣服，把我领地里尚存建筑全部无偿转移给你，求求你别杀我！根据末日游戏的规则，强行杀死领主，并不能直接继承对方的领地财产，
必须让对方主动臣服，发送转让申请，才能迁移到自己领地。那些坦克不是出自你手吧？说出你背后的人，回答的令我满意，可以考虑留你一命。那个人你认识，是高进。勉强撑过昨晚，我便联系高进寻求庇护，但他却带人给我送来粮草和武器，承诺以你的庇护所为投名状，才允许我进入他的城堡。那些坦克和武器装备是哪来的？听说是一个女领主为了进入城堡换取权力，主动把自己的黄金庇护所军械厂主动献给了他。什么？同样是黄金庇护所，为什么那女人要臣服高进？大概军械厂虽能够制造武器，但成本不低，而且生活和居住条件极差。女人又有个想住进城堡享受，不想操劳辛苦的梦吧。对了，那个女人好像是叫林心雨。原来是你！好你个林心雨，明明坐拥黄金庇护所，却宁愿拱手送给高进，也不愿帮我一把。是了，也许在你眼里，至少得拥有黄金庇护所，才有资格跟你共度末日。现在，立刻向我发送领地臣服申请。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尔反尔？不如沈领主先放我离开，等确认安全后，我一定向你发送申请。当我是傻子，只怕等你自由，就跟高进联系上。我承认，你的犹豫是对的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有话好好说。领地既然已经失守，又剩下多少完好建筑？何况我绝不会留一个敌人在领地内。无限融合特性触发，可强制融合死亡领主的领地建筑，正在为您迁移建筑。强制融合，大概只要领主在塔内死亡，对方的领地建筑就会被我的塔强行吸收。看来这里就是了。我们终于有新的居住空间，可以收容更多领民了。看来那个101号领主确实元气大伤，只让我新增了1层居住空间和2座箭塔，但也不错了。这新的1层虽然可以住人，但终究是最低的1层，不如顶层安全。你还是暂时跟我住吧。嗯。战场清点完毕，一共有40把完好的步枪，还有一堆破损的防弹衣，我暂时放到了第1层。祭坛对机械不感兴趣，那坦克也无法献祭，目前只能把他们留在塔底当掩体了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，连个破铁塔都打不下来。长官，高少这是怎么了？今天发这么大脾气？别提了，今天高少联合其他领主派重兵去攻打一个领地，结果全军覆没，连3辆坦克都折进去了。什么领地这么厉害，竟然能让高少吃瘪？听说是区域中部的91号领地。91号领地。 91号，
那里不是沈竹的？那领主手里有个极其恐怖的怪物仆从。你确定是91号？是不是弄错了？那领地不是只有一个黑铁庇护所吗？高少怎么可能舍近求远，看得上那种庇护所？怎么可能弄错？我们40多个兄弟，还有3个坦克都没能活着回来。那个91号领主不仅有堪比2级剑塔的重弩，手下还有一个女人，从10几米高跳下来，毫发无损，一抬手就把坦克都给扎穿了，简直是怪物。能对抗坦克的怪物，沈竹，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连拥有军械厂的高进居然都败在他手里。我真是气糊涂了。他的仆从再强，那也是鬼物。我的城堡可是有5级圣火庇护的，就算他想反攻，他的仆从只要敢靠近我的领地，就会被5级圣火排斥，强行闯入，战力也会大幅衰减。而且他连辆车都没有，要是敢徒步穿越这几10公里的荒野来找我，哼，不用我动手，入夜后10面埋伏，鬼物就能把他们啃得骨头都不剩。落魄岭区域全体幸存者请注意，永夜将至，今日白昼时长将延长24小时，白昼结束后将迎来持续3天的永夜，生存难度倍增，请所有领主做好防御准备。注：圣火等级越高，受永夜影响越小，安全区范围越稳固。好，哈哈哈，很好，天助我也！沈竹啊，沈竹，这回看你怎么挣扎。说不定你还要跪在我脚下祈求得到我的庇护，不得不再次向我献上你的女人。Terra est terram ibas。尤其是那个能徒手拆坦克的恐怖美人，绝对不是人类。沈竹居然有如此强大仆从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。靖哥真是未雨绸缪，眼光长远。5级圣火让城堡成了永夜下整个落魄岭最安全的地方。心雨之前那些担心真是太蠢了。那是自然，外头那些领主都已经吓得尿裤子，准备要投奔我了。靖哥，沈竹之前不知好歹得罪了您，永夜将至，他势单力薄，肯定守不住。不如心雨代表您去招安。他以前一直对我言听计从，任何事没有不迁就和满足我。只要我勾勾手指，给他个台阶下，他一定会乖乖把仆从和领地全都献给您。哦，你确定能让他像狗一样爬过来？当然，他就是个死要面子的穷光蛋，跟我赌气呢。其实这人很痴情，心里只有我一人。哈哈哈哈！只要他愿意臣服，交出领地和仆从，本少就既往不咎。不仅留他一条狗命，还可以成全你，让你们在一起做对鸳鸯。不嘛，人家也想一直服侍靖哥，靖哥不答应，我就不去。不愧是7天一树的变异种子，今早才种下，下午就抽芽了。可是永夜期间，所有作物的生长都会停滞。是啊，而且夜晚外面危险，古鸡也没法出去狩猎。就算我们靠防御塔熬过了这3天永夜，食物还是有断绝的可能。等明天我来试试吧。高进，我还没杀上门去找他算账，倒自己先联系我了。我倒要听听有什么花样。竹，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
游戏公告你都看到了吧？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轮不到你来操心，有屁快放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跟我置气？看在过去3年感情的分上，我刚才可是求了靖哥好久。靖哥心胸宽广，愿意既往不咎。只要你臣服，靖哥可以接纳你进入5级圣火的庇护范围，而且靖哥答应允许我们在一起。你最近是不是吃什么东西脑子错乱？沈竹，这是你最后活命的机会，别再为你那可怜又廉价的自尊心死撑了。亲爱的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来休息？亲爱的，他难道就是你之前提过的那个势利眼？也不怎么样吗？你，而且现在沦落到穿个奴仆的衣服，是不是平时跪在地上当奴隶，还有脸来炫耀？一个寄生虫，一个下人，有什么资格跟我们对话？还是让你的主人出面吧。现在的你，连给沈竹提鞋都不配。区区黑铁庇护所，竟有如此美人追随。城堡那些除了胡吃哈塞就是争风吃醋的庸脂俗宝根本不能比，连那盘肉看起来都比罐头香多了。一定要把它抢过来！沈竹，少让女人在这摇唇鼓舌！你现在恐怕还心存侥幸，以为度过永夜就安然无事了。高少，今天元气大伤，难道还准备重蹈覆辙？实话告诉你，现在已经有10几个领主向我臣服，弥补损失绰绰有余。今天是我准备不充分，等我上门把你的女人抢过来，可不要后悔。放心，我绝不可能再给你主动上门的机会。那个，我刚刚是不是演得太凶了？放心，我不会再给你主动找上门的机会。不仅如此，你的城堡、你的领民，还有那个军械厂，都会是我的。狂妄，简直狂妄，不知死活！你小子最好给我撑过永夜，老子要亲自把你踩在脚下！愣着干嘛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还不快收拾！已经有10几个领主选择投诚了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都必须做万全的准备，再正式反攻。你目前得到的，最后不过是为我做嫁衣。刚刚还催我上去休息的人呢？沈竹，你看，那些种子都已经长到脚踝高了，不愧是变异种子，生长速度太快了。永夜一到，没有阳光，所有的作物都会停止生长。为了接下来的口粮，必须在他身上试一次。成功触发高级异变，农田白银变为林田黄金，作物在永夜等极端劣环境下仍可正常生长，食用后可略微增强体质。成功了！不惧永夜，无需阳光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就算永夜持续3个月，我们也绝对不会挨饿。今天的第一发运气不错。演化失败，再来。点化成功，触发高级异变，2级黑铁重弩变更为熔岩重弩黄金。重弩射出的箭矢将附带大范围爆裂燃烧效果，对目标造成持续性火焰伤害。很好，再建造2座箭塔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多亏了庇护所的无限融合特性，守望之塔目前是2级，所以我只需要消耗1级箭塔的10颗冥石，就能直接建造出2级的重弩，节省了大量资源。
5只2级丧尸，50只1级丧尸，还有上百只从没见过的2级鬼物，这数量未免太夸张了。永夜下的圣火效果竟然被永夜自动压低了1级，原本对1级鬼物有绝对排斥效果的光圈，现在居然拦不住他们了。重弩升到2级之后，也终于对2级丧尸产生了效果，不必非要古籍出手了。在我的心意操控下，普通弩箭优先攻击丧尸，而那只异变的熔岩重弩则只攻击怪鱼，大大减轻了不死族屠族党们的压力。也庆幸多造了2只重弩，否则无法应对如此多数量的鬼物。最终在损耗20个骷髅士兵的情况下，总算平息这场鬼潮。明石剩余数量255。发了。眼下最要紧，也最立竿见影的，当然是升级庇护所。消耗明石100颗，守望之塔成功提升至3级。深渊祭坛提升至3级，无需搬运，即可献祭领地内无主死物。抓紧时间，把底下的鬼物尸体全部献祭。2个宝物，不知道会是什么。该死，第2波攻势居然来得这么快，这就是永夜。我只能大概感应到是2个建筑蓝图，快看看是什么建筑，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度过眼下难关。城墙蓝图造价50明石，白银品质；炮塔蓝图造价50明石，黄金品质。终于有新的攻击建筑了，先造城墙吧。这也是共享等级与守望之塔融合的成果吗？由于融合多功能建筑，守望之塔白银品质提升为守御之塔黄金。终于，我也是拥有黄金庇护所的人了。沈竹，你快看，那些是什么？钻地形鬼物想打地洞，做梦去吧！若是普通城墙，恐怕还真拦不住这些东西。
幸好现在是与塔连为一体的3级城墙，连地面都被转化成了城墙级别的厚度，只要塔不塌，就牢不可摧。高少英明啊！要不是您未雨绸缪，把大量明石砸在升级圣火上，咱们哪能像现在一样喝着小酒享受生活？高少简直就是我们的救世主，我们愿意永生追随高少，效犬马之劳。现在知道本少的远见了。本少早说过，5级圣火不灭，这里就是新世界的王宫。竟然还活着，沈竹，就让我看看你能走到哪一步吧。高少，您看这鬼物在外面围了这么多，却根本不进来。咱们一直待在圣火里，虽然安全，可没有鬼物杀，手里就搞不到明石啊。是啊，高少，要不您稍微操控圣火，把范围往回收一收，让一小波低级丧尸放进来，咱们赚点明石补贴。放屁！你疯了吗？圣火是用来保命的，你居然想缩减范围？圣火只是让鬼物感到厌恶和压制，可不是一堵撞不破的墙。万一范围一缩，刺激到外面鬼物，引发暴动，强行冲锋怎么办？谁负责？都给老子闭嘴！吵什么吵？缩减圣火范围，吸引一部分鬼物进来杀，这个方案本少准了。不过等永夜过去，不管你们杀了多少怪物，明石本少要抽走6成。谁要是敢藏私1颗，老子立刻把他扔到外面。怎么，有人不服？不敢。能得到城堡的庇护已经是莫大的恩赐，6成应该的，全凭高少做主。对，应该的。哼，看清楚，永夜降临还不到半天，幸存领地便已经覆灭了大半。倒是很顽强。现在高进一时心情复杂，如果是之前，他还会庆幸有亲手向我报仇的机会，但现在他更多开始产生一种难以遏制的不安。这个91号领主是什么庇护所？竟然在周围上千庇护所都被覆灭的情况下，还能屹立不倒？不，我选择城堡无疑是最正确的。沈竹对我再好，有点自保能力，也终究朝不保夕，担惊受怕。在这里，我至少不愁衣食，性命更是绝对无忧。继续建造2座炮塔。还没完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警告：超凡未接鬼物，摧城者丧尸已苏醒，初始等级4级。15米高的4级鬼物，还是超凡品阶，这要是干掉了，得爆出多少明石？不对，当务之急是怎么让这怪物停下来？城墙能拦得住他吗？火炮都没用，吃墙还能回血，这怎么打？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居然会移动，还在往91号领地去！警告：超凡未接鬼物，摧城者丧尸已苏醒，初始等级4级。该鬼物可通过不断吞噬玩家领地的建筑、明石来壮大变强，除非彻底湮灭，否则不会停下吞噬的脚步。请同区域其他领主做好应对准备。超凡未解，
这是黄金位阶之上的存在吧？这种怪物怎么会现在就放出来？我还从没听说过超凡位阶的建筑或者鬼物呢。更恐怖的是，它还会不断升级，这谁能挡得住？要是它刚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联合说不定还能对付。等它把91号和附近的建筑全部吃掉升级之后，下一个不就轮到我们的城堡了吗？沈竹，你这次是必死无疑，但等这头怪物成长起来，5级圣火真的能挡得住吗？他这是挑衅、嘲讽，认为我奈何不了他，准备慢慢吃完城墙再来拆他，那就试试吧。重弩和火炮根本破不了防，连古迹也奈何不了。真不知道该庆幸我是他的第一个目标，出现时的等级已经最低，还是该自认倒霉，成了第一个受害者。怎么办？要弃城而逃吗？有古迹保护，生存一段时间应该没有问题。可是没了祭坛、农田和庇护所，在永夜的荒野之中，又能支撑多久呢？沈竹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这几天在守望之塔的日子，比我之前经历过的所有人生都要过得快乐、刺激。最后能跟你站在一起，我很满足了。如果还有什么遗憾的话，我想说，其实我……5级鬼物催成者丧尸超凡，吞噬建筑过量，现已进入昏睡状态，快速消化。若遭遇高强度攻击，将提前惊醒。合着吃饱了，晕碳了是吧？这应该是我唯一的机会了。可是，我已经没有新的建筑蓝图了。要把守御之塔升到4级，得300名石，也不够。是把名石全部投入祭坛，换取强大战力，单点跟催成者爆了，还是建造更多火炮，尝试加大火力，寄希望于强行堆死催成者。但这可是5级的超凡鬼物，连同为超凡的古迹都奈何不了。就算召唤出超凡位阶的仆从，也不一定有效，至少得超凡之上位阶。250枚名石，够吗？而火炮最多建5架，也不过3级，想扎死如此庞大体型的丧尸，恐怕够呛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看到了，沈竹，在他的胸口正下方有个红色的光茧，那一定是超凡层次的宝物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刚刚他浑身气息暴躁，非常紊乱，我的能力根本察觉不到。现在他吃饱了，陷入沉睡，体内的能量都安定了下来，我才能勉强看到线索，慢慢找到位置。挖出这个光茧，不仅能拿到超凡宝物，那里恐怕也是他的弱点和核心所在。现在他昏睡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可是，谁能做到呢？能对付超凡鬼物的，至少也得是超凡位阶。如果用这250枚名石去祭坛召唤新仆从，就算运气爆棚出了超凡，出师也不过才3级，还不如把资源全部砸给古迹，赌一把。
古夫人成功强化至5级。属下绝对不辱使命。警报解除。总算是把这怪物给干掉了。获得建筑蓝图，浮空艇超凡，造价500冥石。浮空艇居然是超凡未捷的飞行建筑，要是跟守御之塔融合，会产生什么效果？当前冥石余额660颗。建造。融合完了，怎么看起来除了高度和大小，没有什么明显变化？没有引擎或者是翅膀什么的，能飞吗？守御之塔黄金成功晋升为悬空之塔超凡，当前建筑总高度100米，楼层空间扩充至6层，超凡模块激活，庇护所化为悬空移动堡垒，消耗冥石，可承载城墙、地面与内部设施整体进行跨区域浮空飞行移动。真的能飞？这岂不是说，如果打不过鬼物，就可以像蜗牛一样脱缰逃跑？等等，应该也可以用来去拜访某些客人，给他们一些惊喜了。沈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完全听不懂？那个蓝图是什么呀？没了！那鬼物竟然被消灭了！太好了，我们也不用死了！天哪，那可是黄金位阶之上的鬼物，这91号领主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那个下等人竟然连那种鬼物都能干掉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什么意外！怎么会突然熄灭呢？可惜了，这样一个能够对抗4级超凡鬼物的领主，是我们人类的损失啊！恐怕是底蕴已经被那鬼物耗光，没有撑过接下来的鬼潮吧。永夜还是太危险恐怖了。开仓，把本少珍藏的拉菲红酒、顶级威士忌，还有最好的和牛罐头全拿出来。沈竹，你确实给了我很多意外，让我一度后悔，但这样的结局没有任何意义。你们刚才一个个都吓得像断腿的野狗，还打听那个91号，那人我认识，末日前不过是个没钱没势的穷小子，看到他没有？以前是那小子的女友，还不是像条狗一样跪在老子脚下。那小子昨天还威胁本少要进攻这里，现在结果呢？这就是跟本少作对的下场。
那小子能击败催成者，必有不可告人的底牌。现在人死灯灭，等永夜结束，便是本少去收取宝贝的日子。高少不费吹灰之力，坐拥美人，宵小自亡，真是天佑之人。那小子敢跟高少作对，真是自取灭亡。若早点归顺高少，何至于落得今天下场？开局靠一座瞭望塔，竟然能生生拉起一支覆灭4级超凡怪物的恐怖防线。这样的妖孽，如果不是今晚死在永夜里，将来必定是这一方区域的霸主。高进这草包居然跟这样的人物有过节，幸亏和怪物同归于尽了。要是他真活下来找上门，我们这些依附城堡的领主，怕全得被这个自大的蠢货给牵连陪葬。同归于尽，你终究还是死了。再怎么惊艳，出乎我的预料，也拼不过这世道。我也没选错。绝对是喝多了眼花。沈竹已经死了，死人的坐标怎么可能会动呢？飞起来了！我们竟然真的在天上飞，真是神奇！浮空艇融合之后，居然能让这么重的高塔连同地基和城墙一起升空，恐怕就算是航天燃料也难以做到，都要归功于明石的力量。消耗居然这么大，刚刚我还有160多颗明石，代表不到10分钟就要消耗1颗明石。这点家底连飞行1天都够呛，看来不到万不得已需要逃亡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开启这一功能。降落的时候，如果地面的地形起伏太大，巨大的撞击力很可能会对外围的高墙底座造成严重磨损。91号庇护所成功晋升超凡。且由于短暂脱离地脉，游戏判定丢失地面数据，自动默认覆灭，不再实时更新上传该庇护所的任何状态。游戏系统应该是通过监测地面的建筑状态来判断庇护所是否健在。脱离地脉，直接被判定成了被鬼物拆毁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不知高进和林心雨他们看到我的坐标熄灭，作何反应？会不会高兴的连觉都睡不着？花了整整500明石。只是让庇护所得到了浮空和缓慢漂移的能力，看上去很神奇，但对付鬼物的实际战力其实并没有提升多少。只有实在顶不住鬼潮的时候，能脱离地面，让那些鬼物摸不到。但未来说不定会遇到飞行鬼物，浮空的作用只能等以后慢慢开发了。古籍，接下来你来守夜，我和月雨先休息了。如果有任何鬼物来袭，及时叫醒我们。如果你们正在忙呢？无论我们在干什么，都照通知不误。明白了，遵从您的意志。一夜过去，无事发生，没有鬼物来袭。也许是催成者带来的压力太大，我难得睡了一个好觉。永夜还未结束，但我的金手指
已经刷新了次数。第一发，系统提示：点化失败。再来。系统提示：点化失败。我就不信一天能失败3次，总得有次保底吧。点化成功，触发神秘变异悬空之塔浮空模块，获得永恒浮空特性。悬空之塔在悬浮飞行时将彻底摆脱能量限制，不再需要消耗任何资源。太逆天了，不愧是神秘异变，不需要能量便可驱动，这已经完全超脱常理，跟装了永动机有什么区别？哈哈哈哈哈哈！1天1夜了，别说大规模鬼潮，连一只低级丧尸的影子在附近都没看见。难道附近的鬼物已经被我们杀光了？不能再这样干等下去。既然附近没有鬼物，不如主动移动基地，当移动清道夫，一边吸引鬼物，一边获取明石。在离开之前，把这边区域残留的尸体先充分利用。有了这批不死族补充，仆从数量首次突破100，达到120，而且都是3级鬼物，以1当10不成问题。朝777号城堡领地进发，路上顺便收取一些无主的建筑融合。应该没有领主会像我一样，特意找一些失守的领地。因为就算有完好的无主建筑，若想迁移至自己领地，需要额外消耗明石，还不如重新建一座。悬空之塔融合建筑的同时，还能自动修复受损的部分，省掉了我用石去修补。这样下去，到达高进城堡之前，整个领地的建筑不仅能恢复如初，还能更上一层。单点战力的作用，在对付摧城者一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强大的单兵自然是多多益善。点化成功，3级不死族战士触发高级变异，种族变更为名古战将黄金。什么名古战将？叫起来太麻烦，以后就叫你大古吧。大古遵循您的意志。永夜结束了，兄弟们，本少带你们去寻宝。明明永夜已经结束，为什么我总是心神不宁？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。听说这次高少是要找什么宝贝，带这么多人马出去，万一咱们这儿有危险怎么办？怕什么？5级圣火搁着摆着呢，才过去的永夜也没见多少鬼物闯进来，都被那些外围领主的箭塔给解决了。就算高少不在，这些防御建筑可还在呢。那万一别的领主打过来要强占我们呢？我们从还是不从？你想多了，现在每个人都自顾不暇，能活过永夜就不错了。你以为随便哪个领主都能像高少一样，还有余力外出寻宝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嫌贫爱富的劈腿女啊！要是真有别的领主趁守卫空虚攻打过来，你怕是第一个投降背叛高少的吧？就是，到时候可就真成了3姓家奴了。你们一帮以色示人的东西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别说高少的城堡牢不可破，无人能够强占，就算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也绝对不会背叛，誓与城堡共存亡。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你最好记得今天自己说的话。
这2天，我每天都把金手指的点化次数用到炮台上，2/3的成功率触发了不同的属性变异：熔岩、冰霜、狂雷、腐蚀。若再次遭遇鬼潮，只要不出现催成者，哪怕不靠谱从，地面鬼物也休想靠近一步。感觉不仅体力在全部恢复，甚至肌肉强度和体质都有明显强化。是啊，太神奇了。不过目前一块灵田每一批产出的果实只够几个人吃的。够吃就行。目前灵田才3级，随着等级提升，产量也会越来越多。何况我们还有另一块农田。等未来我们招收更多领民，就可以建造更多农田，提高粮食产量。不然你现在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高少，你快看，那是什么？那难道是超凡品阶的庇护所？竟然可以浮空飞行，太神奇了！没死，本少的城堡也只是黄金庇护所啊！庇护所的主人到底是谁？看这个行进方向，应该不是直冲着本少来的，倒像是漫游，专门去一些废弃的领地。等等，地图上怎么没显示这个庇护所？给老子派出一组侦察摩托车，跟在这座悬空城后面，随时向本少汇报他的位置动向。是，但高少，若是被发现我们跟踪他，引发那位领主不满怎么办？怕什么？这种超凡庇护所的大人物，岂会在乎一个小摩托车暗中跟随？何况处在高空，也很难发现密林中的摩托车。高少不必多虑，咱们落魄岭区域的超凡庇护所屈指可数，这种能飞天的要塞闻所未闻，多半是从其他区域跨界漂流过来的大佬。是啊，咱们区域拥有超凡庇护所的也就3位大人，分属3大势力，无人不知，但从没听过这座庇护所。跨区域来的，哼，管他是哪儿来的，只要不招惹本少就行。那是当然，外来者如果敢对我们出手，3大势力中，尤其共助会不会坐视不管，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共助会，我听说过，实力最强，但他们有空管这事？共助会最近号称要在落魄区域建立秩序，联手共同对抗永夜，自然要尽力保存现有的人类力量，不容内讧。哦，这么说，如果我遇到什么麻烦，岂不是可以找共助会帮忙？上次引猎出现的催成者，让高进仍心有无忌。面对那种怪物，他也没有把握5级圣火能不能顶用。但我听说共助会有个荒唐的规矩，任何领主想要加入，必须先解除全部武装，归共助会所有，还要接受麾下所有领民的公开审判。只有被判定没有任何奴役、虐待领民罪过的领主，才能顺利加入共助会，让底层的审判领主。可笑，这共助会的脑子里装的都是啊！实力至上，弱肉强食，这才是末日的铁律。竟然还敢出来！我们为什么不直接降落，把他们解决掉？没必要现在动手。看他们的行进路线，显然是带了精锐，急不可耐赶去我的领地。他以为我死在鬼物手里，急着去捡漏，想得到祭坛，可惜注定扑个空。而我的目的是他的大本营，只要城堡在我手里，他们也跑不了。等他到了地方，发现被偷家，必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任我拿捏。高少，这永夜真是太恐怖了！一路上看过来，附近上百个零散的庇护所全被鬼物撕成了碎片，看不到半点活人影子。幸好大家早早带着家底依附了您，要不然现在恐怕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等下一次永夜到来，5级圣火也不是绝对安全。只要能得到沈竹那个能召唤鬼物铺成的建筑或者蓝图，就不必依附3大势力。怎么回事？东西呢？连残骸都没了！难道被人捷足先登，抢走了？不可能，除了我，应该没人知道这里有特殊建筑。谁看得上一个黑铁庇护所？
是啊，如果别的领主想强行迁移无主的建筑，需要花跟造价同等的名石，极不划算，还不如自己建。看样子这地皮是被整块拔走的。我推测，这的领主可能根本没死，而是自己迁移走了。他已经预料到高少会来找他，所以落荒而逃。哈哈，原来如此，本少懂了，全明白了。沈竹虽然侥幸杀了崔成者，但也耗尽了底蕴。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个没牙的纸老虎，更知道本少一定会来找他算账，所以这个废物吓破了胆，连夜卷铺盖逃窜。现在八成躲在哪个山沟当丧家之犬，要么就是去摇尾乞怜，投奔了其他领主。高少圣明，那小子直接被高少的威名吓成了缩头乌龟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找到他。哼，一条丧家之犬能跑到哪儿去？全频道悬赏，征集91号领主沈除的线索，凡提供准确流窜情报者，本少给出高额明石报酬。顺便警告那些收留了他的领主，别不识好歹，跟本少作对。100明石，这可不低啊！我也想拿报酬，可91号坐标熄灭，就跟凭空蒸发了一样，谁知道跑哪儿去了？7777号，你若愿意支付150颗明石，本楼主可以帮忙调查情报，而且保证真实准确。你当本少的明石是水里捞上来的？凭什么开这个口？高少，万宝楼可是咱这儿的3大超凡庇护所之一，情报准确率极高，每次鬼潮也能逢凶化吉，十分神奇。好，150颗明石给你，你最好不要轻骗本少，否则……放心，虽然落魄岭区域时有领主能对我万宝楼造成威胁，但细水长流，做生意讲究个诚信，答复绝对令你满意。怎么还没好？不会真被骗了吧？话说真要我去找万宝楼报复，也不现实，那可是超凡庇护所。沈竹这小子居然自己主动发通讯过来了，看样子是沉不住气了。沈竹一定是当丧家之犬的日子不好做，打算向我投降了。也好，顺便让其他人看看你现在的狼狈模样。哼，我还以为你死了，不是把我拉黑了吗？现在知道主动来给本少认错求饶了。好吧，沈竹，本少今天向全区宣布，无论你躲在哪里，我都会活捉你，把你的东西都占为己有，包括你的女人，像条狗一样被我踩死是你的宿命。不得不说，你这副无知又狂妄的样子确实取悦了我。如果你求我，我可以考虑告诉你我在哪儿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哈哈，找到了，让我看看你躲在哪儿。拿虚假情报糊弄老子，万宝楼领主，你造假好歹也用点心行不行？嘴巴放干净点，我的占卜结果绝不可能出错，除非占卜目标是超凡之上的位上。而且为了强行占卜那小子的情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本楼主还额外多搭进去了50颗明石，才占卜出结果。这买卖根本没赚，少血口喷人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沈竹的位置是在我家的坐标点上？你还敢说没错？那么说明他应该真的在你家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除非是自寻死路，否则怎么可能敢去我的领地？哦，那你自求多福吧。自求多福什么意思？就算沈竹真跑到了我的领地，还能对我造成威胁不成？简直可笑至极！高进，你的宣战请求我正式接受。不过，正如我之前亲口所说，绝不会再给你主动找上门的机会。你是否还记得？我操，这是什么？他有无人机，怎么在高空中？看样子至少有200米高了。等一下，下面那一城堡，老天！我记得那不是777号领主的城堡吗？意思是他现在找到777号的老家了？高少，快回来！出大事了！现在城堡上下全部六神无主，乱成了一锅粥！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？有坐在天上飞的高塔，不知道什么来头，它就在咱们头顶，守卫根本不敢轻举妄动。高少，你快回来主持大局吧！不要慌，那座高塔不敢轻易动手。再说了，我的城堡可是黄金庇护所，哪可能那么容易就被攻陷？我很快就赶回来。那你快点！沈竹，你给本少听好了，我知道你是抱上了大人物的大腿，让你背后的那人出来，本少要跟他亲自谈一谈。在天上飞的那位大佬，我不知道沈竹这个泥腿子到底给了您什么好处，但您完全没必要为了他强行出头。本少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，若你强行攻城，我有军械厂产出的现代武器，绝对够你喝一壶。好了，实话告诉你，你要找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。你之前不是还大张旗鼓发布悬赏向我宣战吗？
怎么，只允许你自己宣战，不许我应战？今天就让我领略一下所谓的黄金庇护堡到底有多安全。进攻！哈！就这，真当我的5级圣火是摆设？这就是你自信来源？区区摆来个骷髅架子鬼物，也敢来碰瓷本少的黄金庇护所，让他们强闯本少的5级圣火圈，简直是飞蛾扑火！高进的城堡防御比我想象中还要弱得多。4个角楼，大部分都是些2级的普通箭塔，3级居然只有可怜的2座。看来5级圣火的环境令高进太过安逸，平时根本没有遭到过多少鬼物的强力袭击，导致他手里的冥石来源严重不足。为什么5级圣火对这些鬼物没有丝毫削弱？为什么？这些虽然是恐怖的3级鬼物，但按理说，面对5级的圣火，不说寸步难行，至少战力也应该削弱大半。可怎么看起来丝毫不受影响？规则出 bug 了。为什么古基他们好像丝毫没有受到5级圣火的影响？你忘了，他们最开始被我召唤出来的时候，也不受塔顶圣火的光照影响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可能我下意识以为圣火不会影响友方的鬼物，但这样也不能解释高进的圣火为什么对他们无效。一开始我也跟你想的一样，直到我发现了2件事。什么事？1，所有牺牲的不死族都没有掉落过冥石，可他们本质上应该都属于鬼物，这就不符合常理，至少跟我们理解的鬼物不一样。这应该跟他们从祭坛中召唤出来有关。第2件事是什么？越是靠近圣火，冥石的气息和能量反应就越微弱。这点我也早就发现了，但我想到冥石属于鬼物的力量源头，自然应该也跟鬼物一样，受到圣火的压制，所以没觉得奇怪。怎么了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圣火排斥和压制的并不是鬼物，而是冥石？我明白了，你是说古基他们因为体内没有冥石，不靠冥石提供力量，所以也不受圣火影响。但你是怎么肯定的？所以我之前命令古基外出，活捉了一只2级鬼物，并让古基从鬼物体内获取出冥石，鬼物等级立刻降到1级，且状态虚弱。然后呢？我接着让古基带着这只鬼物进入圣火覆盖范围，而这只1级鬼物面对3级圣火，没有出现任何异常。沈竹，你胜之不武，绝对作弊了！凭什么鬼物能大张旗鼓入侵5级圣火的领地？我想不通，我不服！沈竹，你有本事等本少带人回来再战，趁我不在偷家算什么本事？高少，我们真的要回去跟沈竹打吗？高少，事到如今，等我们回援为时已晚，不如将沈竹攻打我们城堡的画面转播出去，换取3大势力的同情，说不定会得到帮助。只有试试了。我的老天爷，我没看错吧？那91号领主为什么能够驱使这么恐怖的鬼物大军？你们快看，那些重炮和弩箭，那炮弹居然还带雷电和冰冻的效果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我升到4级都没看到这种效果？777号这是博取同情，看样子庇护所是要没了，可谁能帮你？91号，现在人类的处境岌岌可危，无论过去有什么恩怨，都应该暂时放下，准备应对下一次永夜，共度难关。共助会来了，
91号会给面子吗？好歹是咱们区域第一的领地势力，拥有超凡庇护所的存在，那91号多少得掂量掂量，不然以后怎么在这里混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如果当众得罪了共助会，下一次永夜绝对活不了。每一座黄金庇护所对我们人类而言都是极其珍贵的生存宝藏。91号领主，你强行攻打，对黄金庇护所造成伤害，是整个人类阵营的巨大损失。共助会的大佬说的在理啊，眼光格局就是不一样。如果这座城堡被毁，人类就会少一个能够容纳数百人的家园，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？沈竹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拆了老子的城堡，是跟整个人类为敌，所有领主都会视你为异端和威胁。共助会是吧？之前永夜人类遭受鬼潮袭击，大片领地遭到摧毁，生灵涂炭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出来帮忙？之前我被他带着坦克入侵领地，庇护所差点倒塌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出来主持正义？现在没有鬼潮，又有许多人关注，你倒是知道作秀了，可惜耍嘴皮子对我没用。再说了，谁说我会拆了城堡？我是为了解放这里的人民而来。臣服我主者，立刻放下武器，到城堡广场集合，跪毙不杀，否则一律视为负隅顽抗，斩无赦。我在做梦吗？高进引以为傲、固若金汤的城堡，在这些鬼物面前，居然脆弱的像张纸。谁？到底是谁，能够驱使这么多强大的鬼物？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公开不把共助会放在眼里，堂而皇之进入我的城堡！沈竹，快从老子的位置滚下来，老子要活爆了你！沈竹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就是城堡的主人。军械场你也夺不走，无法使用，你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套空壳子。高进身边的诸位，我给你们指一条明路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弃暗投明就在现在。只要你们现在把高进生擒押送回来，我不仅免除你们的全部罪责，你们在这里的权利一切规矩照旧，甚至如果想要自由，我也可以成全。沈大领主，你难道不知，按照世界的规则，我们已经向高少臣服。作为高少的附庸领主，绝对不能对上级领主动手，否则会遭到抹杀。沈竹，你失了智吧？老子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777号领地和城堡永远是老子的。只要这层身份绑定，敢动老子一根汗毛试试？高进，谁告诉你那座城堡现在还是你的？不信的话，你们大可以自己打开身份面板，好好看清楚。领地提示：您的777号庇护所领主权限已被剥夺，目前暂无领地归属，身份降级为流民。不可能！我的城堡呢？我的军械场呢？为什么系统断开了我和城堡的全部联系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的附庸绑定居然自动解除了！不是解除，是更换了。上期领主的名字改了，改成了沈竹。就算庇护所原主人还活着又如何？只要我进入其中，无限融合就能自动触发，将庇护所占为己有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竟敢对领主动手！你们死定了！你们要做什么？
快住手！他已经不再是领主了，你们现在维护他没有任何好处，甚至要无家可归，流落荒原，沦为鬼屋的血食。没错，你们现在效忠沈领主，还有活命的机会，不要想不开自误。干得不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承诺依旧有效。只要你们能把他给我押送回来，我还会额外赏赐你们珍贵的灵果。放任这样一个能够随意驱使鬼物的异端成长，是整个人类安全和秩序的隐患。无视我们的警告和劝说，执意入侵黄金庇护所，残忍屠杀同类，毫无人性，完全是在挑衅我们共助会。这种驾驭死灵的力量非常危险。为了这一方新世界的太平与秩序，确实有必要终结这种力量。但若91号愿意主动放弃这股力量，加入我们共助会，一起为人类谋生存和福祉，倒不是不可以给他一次改邪归正的机会。首领，我愿意出使，去考察这个91号领主是否还有挽救和团结的可能。首领，777号的黄金城堡被那个91号在几分钟内平推占领了。这91号应该已具备了至少4级庇护所的战力，庇护所也恐怕应该是超凡位级。呸！高进那个废物，开局坐拥黄金城堡和上百领民，把1000多颗明石砸在圣火上，活该被拆。那个91号你也高估他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过是取巧，趁着城堡防线空虚，趁虚而入罢了。那点鬼物在我们救世军面前根本不足为虑。那高进少爷怎么办？看在他姐姐的份上，还是不能不管。现在庇护所被占，希望高进不会蠢到自投罗网，落到91号的手里，不然就麻烦了。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畜生，拿老子的罐头，喝老子的红酒，现在居然卖主求荣！等我姐带人过来，把你们全剥皮抽筋！大，怎么好像更大了？比原本的城堡还要大了快一半。我的城堡呢？我的城堡去哪儿了？沈竹，你这个强盗，还老子的城堡！你的城堡，自然是变成了我庇护所的材料。可惜，加上军械所也才2个黄金建筑，还无法让我的瞭望塔晋升超凡之上。也多亏了你留在城堡里的明石，加上我一路上积攒下来的明石，刚好够我将庇护所升到4级。你说什么？瞭望塔？你说这个高塔是那个只有黑铁的瞭望塔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一定在骗我！没有向你解释的必要，把我的秘密带到地狱里去吧。放开他吧。你要做什么？不，你不能杀我！为什么？我害怕你在地狱报复我。我姐是一座史诗庇护所的领主，新世界不同区域虽然无法长途通讯，但她迟早会找到这里来，到时候你这里所有人都要陪葬。史诗庇护所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更得送你上路了，否则他不敢来怎么办？不，沈竹，沈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让我姐给你宝物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靠，真是个废物，竟然这么容易就被抓到了。我是救世军的首领，姓雷，和高进的姐姐颇有些旧交，开个价吧，本少愿意出明石交易他这条狗命。救世军，3大有拥有超凡庇护所的势力之一，据说庇护所已经升到5级。既然是救世军的老大出面，这个面子我当然要给。1000颗明石，怎么样？1000颗明石，特么怎么不去抢？最高500，不能再多！我警告你，你已经得罪了共助会，若再敢与我救世军为敌，绝对活不过下一次永夜。雷大首领，看来高进的性命在救世军眼里不过如此。1000明石，
少一颗，谁也救不了他。雷哥，救我啊！雷哥，1000颗冥石我姐会还你，救我出来啊！1000冥石都足够把4级庇护所升级到5级，或者建造20座炮塔了。别说现在救世军凑不出这么多，就算有我也不敢拿给他，这不纯属资敌。阿进，安心去吧，你放心，我和你姐一定会替你报仇，迟早要把这个姓沈的挫骨扬灰。深渊祭坛升到4级之后，献祭更方便了。只要是领地范围内的目标，心意一动，就可以直接发动定点献祭。高进已死，至于你们和自己的领地，可以留在墙外，想更安全也可以花费冥石迁移到墙内。如果选择留下来，你们所有的生产与物资调配必须接受我的统一管制。如果有人想要自由，现在就可以带着你们的家底迁移出去。不，我们绝不离开，誓死效忠沈大领主。对，全凭沈大领主安排，我们愿意接受统领，共抗永夜鬼潮。散了吧。融合高进的城堡和军械所等建筑后，悬空之塔现在一共有9层。不得不说，比以前更难爬了。好在使用过灵果，以我和月鱼的体质，就算一口气爬9层，也丝毫不会喘气。这也让我重视起点化农田的重要性。现在悬空之塔第1层暂时空置，留作不时之需。第2层则当作仓库，放一些不重要的物资，以及报废的坦克等军械。第3层由军械厂融合而来，只要投入冥石，就可以产出和修复军械。第4层和第5层，我都用来建造了农田，作为悬空之塔的重要食物保障来源。好在落魄岭区域暂时不缺水源和自然雨水，不必为水发愁。而且我也通过月鱼的帮助，得到了净水厂的建筑蓝图。第6层是居住层，未来准备提供给一些值得信任、有功勋的领民居住。但高进的人马没有这个机会，我不可能信任背叛过主人的领民。祭坛的层数位置有些高了，幸好现在召唤的仆从不必从祭坛出现，而是可以任意位置。古基作为最为信任的仆从，已经等同亲卫，自然要跟我住得最近，所以安排到第8层。以他现在的等级，完全可以从第8层自由落体，支援协防，而不会受伤。相比最初只有不到10个平方的蜗居小屋，顶层的空间已经扩大了数倍。虽然还比不上大平层，但却刚好足够温馨和舒适。这样的生活，若能一直平稳下来就好了。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下一次永夜。还有共助会和救世军这2个麻烦。这些房子就是你们以后的住所，任何人未经允许，不能擅自闯入高塔。现在，那些出卖身体换肉吃的龌龊规矩废了，每一个人要工作，负责后勤、种地，不劳动就没有配给。如果不愿意，可以出城墙，让那些附庸领主收留。这真的是沈竹建立起来的吗？如果我当初没有，现在是不是有资格住在上面？或者站在那个位置的，是不是就该是我了？要不咱们出去投奔墙外的那些领主吧，至少不用辛苦劳动，就能有吃的啊！你真是被高进养坏了。如果自己动手就能养活自己，又何必去过那种出卖身体的日子？不管是辛苦劳动还是出卖身体，其实都不重要，能活命才是真的。
你觉得墙外能有住在这墙内一半安全吗？你没看那几尊大炮比坦克都大吗？有道理啊，那我还是不要出去了，留下来。不管怎样，我都要留在内城，哪怕厚着脸皮都要活着。而且，沈竹没有对我怎么样，是不是心里还有我的位置？我也许还有机会。领主大人，让我去贴身伺候您吧，洗脚、洗衣服我都会。那个，我叫林心雨，求求你们帮我向领主大人通报一声，我想见他一面。哟，这不是以前想当城堡女主人，结果被一巴掌打醒的劈腿女吗？现在又想巴结新领主？哦，不对，是前男友吧？也不撒尿照照自己的镜子。我还记得当初你当众背叛了领主，大人现在没把你剁碎了喂狗，已经是天大的仁慈了。竟还敢痴心妄想！你难道妄想凭这身臭味爬上领主的床？我们姿色哪个不比你强上10倍？连我们都没资格进入高塔，你配吗？滚去挑粪吧！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他们既然对林心瑜这么不爽，怎么以前不动手？你不懂了吧？谁不知道他背叛过现在的领主？说不定惩罚他，就能得到领主的注意，甚至垂青呢。何况他们站在道德高地，可不会有半点负罪感。这么说，那林心瑜的苦日子怕是长着呢，还真说不好他跟高进哪个下场更糟。我有预感，应该要出金了。点化成功，触发高级异变，军械厂黄金成功变更为地狱工厂超凡。地狱工厂特性：可将现代枪械、战车的等武器装备的残骸无损修复，并改装为地狱风格，大幅提升性能。制造一辆地狱重型战车只要50名时，已经比原本制造坦克便宜了一半。卖相倒是不错，就是不知实际威力如何。目前手里的名石也造不了多少，把之前的坦克残骸修复，应该能凑够5辆地狱战车。这段时间，共助会和救世军都没有任何动静，好像在谋划着什么。我必须尽可能的提升实力，才能在关键时刻自保。系统提示：点化失败。有没有神秘变异？点化成功，触发神秘变异，3级坚固城墙盘银变更为恶魔之墙超凡。恶魔之墙特性：平时处于收缩隐藏状态，一旦遇地面鬼物或敌军靠近，城墙将张开恶魔之口嘲讽，吸引仇恨，并吞噬血肉以恢复受损墙壁。嘲讽巨怪，这样一来，遭遇能越过城墙的鬼物也不用太担心。让所有战士们准备城防演习。是。马上回去跟首领汇报，这个91号是绝对的异端，此事必须从长计议。仅靠我们共助会的力量，若强行浮出，恐自伤元气。我没想到共助会的使者连踏入领地的勇气都没有，仅仅是地狱改装的战车和恶魔之墙，就让他们闻风丧胆。你有一个新的会议邀请。这天之后，共助会邀请我与救世军万宝楼一起参加所谓封军会议，共同商讨应对下次雨夜的方案。但我并没有放松警惕，也并不认为3大势力真正接纳了我。有时人心往往比鬼物可怕，也许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能在永夜替他们分担鬼巢的炮灰。所谓封军，就是领主的领主，必须拥有4级以上的黄金庇护所和不俗的战力，才能带领其余的中小领主度过永夜。在场诸位都是满足条件的人选。今天召开会议，是要希望诸位跟共助会一起发布联合声明，号召集中散落的领主
应对下一次永夜。根据占卜，下次永夜将在半月后降临，3级或黄金以下庇护所绝无生还可能，而且像催城者那样的鬼物将同时在多地出现。所以，封主必须大范围收拢零散的领主，集中力量，必要时支援协防。当然，封主可以对他们提出合理的报酬要求。等一下，老子不服！凭什么他能和我们平起平坐？庇护所才4级，也配位列封君之一，简直是笑话！稍安勿躁，多一位封君也是为了给普通领主更多选择。我相信，领主们在面临生死存亡时会做出正确选择。各位领主，接下来的永夜将前所未有的危险，唯有团结才是唯一出路。在此，我号召所有中小型庇护所迁移集中至我们4大领地，共抗鬼潮。共助会内人人平等，我们拥有落魄岭最安全的庇护所，圣火绝不会放弃加入我们的任何一个人。万宝楼底蕴深厚，宝物众多，且能预知危险。加入我们将提供珍贵宝物或者100名石作为迁移领地的补贴。只要你们搬到救世队领地，将免费获得一批精锐的现代军事装备。我的领地名叫做玄天城，同样欢迎加入，但我的规矩和他们不一样。若想得到我的庇护，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必须献上你们的庇护所，成为玄天城的一部分。如此，玄天城将与你们共存亡。除了保障你和你的领民的安全，我还会赠送给你一枚强化体质的变异灵果。至于那些普通人，只要你们能来到玄天城，可以免费入城，获得庇护。我操，这什么玄天城疯了吧？人家都是免费加入，还发福利，他反倒要我们线上庇护所，这简直是趁人之危和吞并，厚颜无耻。就是，其他3家都是5级庇护所，就他一个4级。最近的战绩还是攻打一个防守空虚的黄金庇护所，哪来的自信狮子大开口？别忘了他的庇护所会飞，要是危急关头，他自己带着家当飞走了，我们找谁哭去？所谓的灵果，8成也是骗人的把戏，傻子才去。唉，同样是封君的大领主，格局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老大，今天足足有上百个领主迁移领地到我们附近，我们真的要按照承诺发放装备并保护这群人吗？保护他们，末日之中，承诺和信用最不值钱。给他们发点破铜烂铁，让他们迁移到外围，不过是让他们把咱的大本营包围在最中心，充当消耗鬼巢的肉盾罢了。万宝楼那臭娘们儿肯定也是这么想的，至于共助会就不知道了。玄天城名字倒是起得挺大，可惜永夜降临必然第一个死。他的条件太苛刻，依附他的底层领民和领主最少，抵抗能力自然也是4大封君领主里最弱。全体幸存者请注意，本次永夜将持续1个月，请所有领主做好防御准备。危险警告：永夜期间，后扩领区域当随机出现超凡和史诗未接鬼物，建议优先尽快消灭。什么？1个月？可我囤了好久的粮食，最多只能撑半个月啊！我的老天，怎么还要刷史诗鬼物？那是什么鬼啊？明明超凡鬼物都没碰到过，只能靠这些封君领主了。如果他们不能提供帮助，我们死定了。幸好我加入了救世军，应该安全。催城者竟然出现在我这儿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尸潮。救世军呢？怎么还没到？说让我们先顶住，他们抽不出手。雷震这个畜生，先是送一堆损坏的破铜烂铁，现在还想要我的要塞给他当缓冲肉盾。首领，那座要塞快被拆了，咱们要不要支援？不然等催城者成长起来，恐怕更难对付。这些领主只是把要塞迁移到了老子的领地边缘依附，可没有臣服老子。永夜足足有1个月，
眼下当然是保存力量要紧。传我命令，全军收缩战线回防，放弃外围所有领地，不得协防。完了！玄天城再次重申，凡是愿意臣服、转移庇护所权限的领主，玄天城将替他解决任何鬼巢。说得好听，现在领地正在被鬼巢袭击，就算转移给你，也根本无法迁移。难道你还能飞过来？罢了，反正即将城毁人亡，这座庇护所送你又如何？好强！我怎么好像到那高塔上了？又一个领主向我移交了庇护所，事不宜迟，不能让催成者把我的融合材料给毁了。幸好悬空之塔升到4级后，速度堪比列车，可以无视地形。落魄岭区域也不算太大，只要时刻注意催成者的刷新位置，基本都能及时赶到。去特的庇护救和共助会，魏警官，帮我当救救我！还什么时候到啊？终于凑齐升级的明石，现在足足有几十个领地向我求救，飞行速度必须得更快。看，现在其他领主都在骂我们共助会虚伪，见死不救。谁让那玄天城会飞？不仅速度奇快，而且根本不怕地面的鬼巢。我们要是学他，自身都难保。幸好当初没有贸然对他下手，否则……整整1个月的雨夜，我驾驭悬空之塔四处救火，抵御鬼巢，同时也融合上百座中小领主的庇护所。但收容数千人，也带来了巨大的粮食压力。这段时间，金手指主要用来点化农田，让农田不惧永夜，同时提升产量，才解决了数千领民的粮食短缺问题。但我一个人和悬空之塔的力量毕究有限，很多领地来不及赶到，就已经沦陷。这次永夜尚存的领主数量再次减少了1半，死亡的领民数量更无法估计，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会死多少人。永夜结束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悬空之塔仍然没有晋升史诗位阶庇护所的迹象，而且我总感觉似乎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信息。这1个月四处救火，手里攒了不少用不上的宝物，不如联系一下万宝楼，跟他交易一些种子、明石或者蓝图。奇了怪了，万宝楼唯利是图，竟然不接我的通讯，那就干脆走一趟。主人，已经探查过了。领地内没有看到一个人影，也没有鬼物入侵和战斗的痕迹，一切都完好无损。庇护所完好，所以系统判定存活。可这里的几千个大活人呢？怎么了，沈竹？能造成这样异常的，必然只有鬼物。可万宝楼好歹是5级的超凡庇护所，还能占卜预知危险，为何一点消息都发不出？是鬼物。